熟悉弥漫眉散，完美的你，好像看过的最好偶像，每个动作反复在想象，怎么会再结算？我和你互相融化那段完美的你，我学的会不会太像？完美的你，我学的还没有很像。好妹妹，我视你如亲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本不想杀你，要怪就怪你命太好。就算我死了，九皇子也不会娶你的。那你太小瞧我了，我能除掉霍天北，就能让九皇子娶我。是你杀了我哥哥。反正你快死了。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母亲中的毒也是我下的。霍天宇，你好毒！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就去死吧，推下去。是。原来一切都是假的，母亲、哥哥，是我没用，保护不了你们。一切都结束了吗？如果可以重来，星儿，快醒醒！是母亲的声音。小丫头，哥哥给你准备了灵祭的桂花糕，再不醒，我就分给别人了。母亲，哥哥，星儿，你终于醒了。都怪我，若不是我贪玩跑出去，星儿也不会失足落水。母亲，不是哥哥的错，是星儿自己不乖，以后星儿再也不胡闹了。人醒了就好，先把药喝了。母亲，哥哥，我已经没事了，你们快去休息吧。那你再睡一会儿，我们晚点再来。绿萍，进来帮我梳洗更衣。是。连老天都在帮我，既然让我重生到了13岁，霍天宇、沈若秋，我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这丫头不是前2日才从水里捞起来吗？竟然这么快就恢复了。听闻妹妹大病初醒，怎么不好好休息啊？姐姐看起来很关心我。你是我的好妹妹，我自然是。儿媳给母亲请安。你身子刚刚好，不用那么多讲究，快起来吧。谢祖母。这死丫头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，竟敢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。姐姐，听说星儿前几日落水了，没什么大碍吧？我倒是忘了，这沈若秋在母亲过世之前，就一直跟母亲姐妹相称。可笑的是，沈若秋本是沈家庶女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，污蔑父亲霍守成，玷污他的清白，这才将他一并娶了回来。可惜父亲爱的是自己母亲，父亲对着沈若秋只能算是一力。这丫头不会是知道了什么吧？结果怎么了？结果不小心滑了一跤，
就你一个人？母亲果然起疑心了。绿萍当时说要给我取个花瓶来，所以星儿就一个人在那儿。居然把小主一个人留在那么危险的地方，新丫头身边怎么会有这么粗心的丫鬟？是我疏忽了，原想着绿萍是妹妹府里选出来最能干的丫鬟，肯定可以照顾好星儿，没想到会出现这个情况。姐姐，我若想彻底除去他们，最先要做的就是戳穿他们的真面目，让母亲怀疑他们，这是第一步。好了，都别说了，新丫头最近先养好身体，不用日日来向我请安。星儿谢祖母关心。我有些累了，母求你扶我进屋，我有些话和你说。其余人都散了吧。是。星儿妹妹，等等。潮汐弥漫，每散晚。还有事吗？妹妹，这是姨娘那里珍藏的雪花酿药酒，特地让我拿给妹妹驱寒的。我不需要。还有，嫡庶有别，我可担不起你这身妹妹。怎么说，这是姨娘的一点心意，我们也是关心你。我还小，用不得这些玩意。我可没忘记，前世就是因为喝了这药酒，不仅被父亲禁足，还让人说我家嫡女小小年纪就嗜酒。这一世，我绝不重蹈覆辙。霍天心，你别不识好歹！注意你的身份，姨娘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。你，提醒你一句，按照将军府的规矩，你这个庶女见到我是必须下跪行礼的。只要我没让你起来，你就得一辈子跪着听我说话。可恶，贱人，给我走着瞧！星儿这2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也不知道捣鼓什么。狄小姐定是记着上次老夫人的话，在书房里勤加苦学呢。也真难为她有这份心了。自打小姐前世落水醒来后，性子好像也转变了些，相信不出2年，定能静心养性，才华远超大小姐呢。这东西哪儿来的？回夫人，奴婢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奴婢想起来了，好像是昨日小姐落下的。去把小姐叫过来。是。夫人，这将军府上上下下也就小姐敢在这儿随意走动，只怕那丫鬟所言不假，只是老奴瞧这簪子像极了沈姨娘的那只，怎么会出现在小姐的手里？母亲，都多大了，还喜欢撒娇？心儿再大，也是母亲身上的贴心小棉袄。少调皮了，快站端正。你们去厨房，把炉子上温着的甜水给小姐端过来。是。仙儿，你看这簪子，可还有印象？咦，这只簪子怎么会在这里？这簪子我昨天就放屋里了。母亲居然今天才发现，看来星儿是认识这簪子了。那这东西又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我在池水边捡的，本想让绿萍拿去认认，后来落水就把这事忘了。星儿见她做工不错，应该是府里哪个主子丢的，昨日就想着交给母亲，但又给忘了。母亲，这簪子有什么问题吗？前日在老夫人面前，沈若秋的反应就有些奇怪。现在看来，怕是跟星儿落水脱不了关系。星儿，绿萍那丫头有欺负过你吗？绿萍姐姐除了忙了点之外，对女儿还是蛮尽心的呢。她一个小丫鬟，伺候好你就可以了，能有什么忙的？那星儿就不知道了，只是经常看见姨娘身边的丫鬟跑过来找绿萍姐姐说话。这件事情必须调查清楚。那簪子确实是我捡的，但不是落水那天。
而是1个月前无意中捡到的。按照母亲的脾气，若我直说沈若秋有问题，母亲断不会相信，还不如借着簪子一步步引起母亲的怀疑。一旦母亲起了戒心，沈若秋再想陷害母亲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母亲要是没有别的事，心儿就先去休息了。去吧。母亲，你没事吧？心儿这就去叫大夫。别去了，娘这身子骨你又不是不清楚，风一吹就容易病倒，老毛病了，多少大夫看过都不顶用。歇息几日，等他自个儿好吧。娘，快别哭了，娘不会有事的，你先下去吧，娘也该休息了。前世沈若秋就一直暗中给母亲下毒，如今我沾了重生的光，也懂了一些医术，得抓紧时间配药，解决母亲体内的毒了。潮汐弥漫。你听说了吗？北边的瘟疫传播到了京城，有不少人都感染了。啊，这么严重？那咱们将军府不会有事吧？谁知道呢？这种事还是要防范起来，一旦感染了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听你这意思，现在连将军府也不安全了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小姐，别听府里这些家丁乱嚼舌根，连皇上都没下令张榜呢，何况咱们将军府？哎，小姐，你去哪儿？怎么了，星儿？怎么了，星儿？你这几日不是住在书房里吗？怎么想到来我这儿了？哥哥，我听说瘟疫传播到京城了，我怕。别胡说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我只是来提醒哥哥，这2天不要乱走动。放心吧，我这2天就待在将军府里，哪儿也不去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少爷他晕倒了。潜意识，哥哥就是感染瘟疫去世的，我已经很小心预防了，哥哥怎么还会感染上？不，我绝不能再让此事发生，绝不！小姐别担心，少爷那院已经派了下人去叫大夫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你说的对，哥哥他一定不会有事的，我绝对不会让哥哥出事的。快把大衣给我，我这就过去看看。慢着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抱歉，狄小姐，老爷刚刚吩咐过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我父亲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守城，北儿还小，要是送去庄子，身边连个照顾的人也没有，我的北儿岂不是更没有活路了？木秋，你先别哭了，我答应你，不将她送走。守城，这怎么可以？你知不知道，我腹中已经怀上你的骨肉，要是少爷把瘟疫传给我和雨儿，叫我们娘儿仨还怎么活？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腹中孩子是条生命，难道贝儿就不是了吗？姐姐，我……别说了，管家，你去吩咐人把后院隔离起来，留北儿一个人在后院疗养，以后谁也不准提把北儿送走的话。我守城，你越护着他们，我就越不会让他们好过。还好没把哥哥送走，看来我得快些调制出解药才行。没办法，老爷这边根本说不通。准备些东西，我们去给老夫人请安。是，夫人。竟然想搬出老夫人，这样一来，哥哥不就……可恶！老夫人，您可要为儿媳做主啊！若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还怀着孩子呢，快起来！老夫人，北少爷染上疫病了。这事儿我听说了。老夫人，不是妾身不懂事，这场疫病来势汹汹，凡是接触者便立即感染。原本老爷是打算将大少爷送去庄子的，可姐姐不同意，老爷便妥协了。
妾身想劝说，可是老爷根本听不进去，反将妾身骂了一顿。即使封上后院，可这霍家上上下下几百口性命，还有妾身肚子里还未出生的孩儿，该怎么办啊？糊涂啊！来人，去把老爷叫来。是。儿子给母亲请安。儿媳给母亲请安。请安？哼，我怕你们是想我不得安生。母亲这说的是什么话？儿子和穆秋只盼望着母亲长命百岁，平安如意。只怕你心向我，可其他人就不这么想了。儿媳对母亲秉忠直孝，万不敢有二心，还望母亲明察呀。说得好听，你要真是盼我好，又为何要阻止老爷把贝儿送去庄子？我见你平日里也是个贤良淑德的好媳妇，怎么一遇到大是大非，反倒装起糊涂？儿媳，行了，今晚你给贝儿收拾些行头。明天一早牵辆马车，把贝儿送到庄子上，请几个医术高明的大夫进行照看。母亲，那庄子里的人都感染了，若是把贝儿送过去，他还有什么活路？母亲，请您三思啊！够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来人，送老爷夫人下去。老爷夫人，请吧。那母亲好好休息，儿媳就不打扰母亲了。去吧。沈沐秋，没了霍天北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沈若秋，潮汐弥漫，美散。我命苦的孩子，先是北儿染上瘟疫，接连又是心儿，娘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让你们遭遇这些？母亲别哭了，我们又不是一去不回。喏，这是心儿绣的，里面放了安神药，娘记得贴身带着。想心儿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，就当心儿一直在娘身边。前几天在书房里捣弄出来的药都放进绣囊了，虽不能根治母亲的病，但至少能缓解体内的毒。母亲可千万别弄丢了。母亲您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心儿的。外面风大，母亲您身子不好，赶紧回去吧。心儿北儿一定要保重啊。哥哥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哥哥你先歇息歇息吧，我去看看下人们安置的如何了。好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心儿你也别太累着了。哥哥放心吧。啊，难怪晕得这么厉害，原来真发烧了，没想到装感染，到头来还真染上了疫病。这场疫病轻则半个月，重则3-5天，便可夺人性命。哥哥病情严重，若我再倒下，我们兄妹2人可就真的回不去了。不行，得尽快调配出药方才行。狄小姐，这些都是您要的药材。辛苦先生了，把东西放旁边就好。对了，还缺少一味药材，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？姑且问一下先生吧。狄小姐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先生请留步，我想问一下，先生可曾见过这种植物？哦，这看着有些眼熟。老夫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在庄子后山上有见到过。真的吗？先生确定是在庄子的后山上见过这个？是的，是在后山。不过，小姐，您问这个做什么？这种药材对于治疗疫病会有帮助。你们留在庄子里，细心照看好我哥哥。我去一趟后山就回来。是，小姐。太阳都快下山了，可连金银花的影子都没看到。先生不会是记错地方了吧？这是金银花。哇，总算找到了，不容易呀。
头好疼啊！我这是在哪儿？所幸没伤到筋骨，还得回去一趟取花。那条大蟒蛇应该走了吧？我记得应该是那边吧？怎么一眨眼天都快黑了？也不知道哥哥现在怎么样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拿到金银花。应该再往这边。没错，就是这里，金银花终于找到了。有了这个，哥哥就有救了。小姐，您跑哪儿去了？您受伤了？我没事，麻烦先生把这个拿去烘干，再同我下午配出的那些药材一起熬出来。这就是小姐您说的那味药材。这花幽香暗透，甘中带苦。狄小姐让老夫把它和那些药材混合煎熬，难道可以？先生想得不错，这金银花有清热消炎的功效，再配上其他药材，也许是对付这疫病的良方。狄小姐不愧是大府小姐，这等见识，老夫真是望尘莫及。老夫这就拿去烘干煎药。哥哥，你喝完药后脸色看着好了不少呢，说不定再过2天就能下床走动了。辛苦星儿了，哥哥答应你，等病好了之后，星儿想干什么，哥哥都会陪星儿一起。那星儿想放纸鸢，哥哥会亲手做纸鸢给星儿吗？那还用说，不管星儿想要什么形状的纸鸢，哥哥都会做给星儿的。哥哥最好了。好了好了。潮汐弥漫，每散晚。2天过去了，哥哥的身体果然好转了不少，就连庄子里感染疫病的那些人，喝了药后症状也渐渐减轻了。说不定在庄子里再养一阵子，我跟哥哥就可以回将军府了。星儿，你也来试试吧。哥哥，你看着，星儿一定能放得比哥哥还高。哎呀，我的纸鸢！星儿，你怎么笨手笨脚的？来，你先拿着这个，我去把纸鸢取下来。哥哥，你别去了，树那么高，太危险了。星儿，你放心吧，哥哥好歹也是将军府的嫡子，这点小事怎么能难倒我呢？哥哥，你病才刚好，千万要小心啊！星儿，前面好像有2个人晕倒了。哥哥，这2人衣着不凡，看着不像是庄子里的人，要不还是叫管家来处理吧。确实不是庄子里的人，你再看这黑衣人的打扮，是不是很像宫中侍卫？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。这个黑衣人要是宫中侍卫的话，那这白衣人，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很可能就是当朝九皇子。前世霍天宇就是为了他对我惨下毒手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他。还有呼吸，应该只是晕过去了。哥哥，你看他们2个人的脸色，像不像是感染了瘟疫？要不我们还是把他们俩带回去吧，庄子里有草药，正好可以救他们。好，我们星儿还真是既心细又善良呢。这家伙怎么说也是当朝的九皇子，我敢不救吗？父皇您看，这是灵儿写的诗。好，我们灵儿小小年纪就能文善武，将来必有一番作为。灵儿，你是当朝九皇子，一定要心系天下百姓啊！母后，灵儿知道。殿下，您醒醒，您……阿晓，这是什么？你个登徒子，拽我头发干什么？小丫头，你可真有意思。我只是不小心摸到你头发而已，怎么就成登徒子了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公子还是自重一些为好。不过我听你说话中气有力，体力应该恢复了不少吧？哦，这么说来，是小丫头你救了本皇，救了我。确切来说，是我哥哥救了你，我嘛，顶多是发现你和你的侍卫晕倒在路上。我的侍卫？这么说你
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。哼，看到你腰间的玉佩，就能猜个8、9不离10了。这玉佩质地上乘，一看就是宫里人才有的东西。正面刻着9，背面雕着龙纹，您的身份不是显而易见了吗？我说的没错吧，九皇子殿下？哼，你这小丫头眼光不烂嘛，既会食欲又善推理，认出我后还能那么从容，应该不是出身于小户人家吧？回殿下，小女是京城霍家嫡女霍天心，我和哥哥2人也染上了瘟疫，所以被送到这庄子上休养。哦，你就是霍家的嫡女？哼，没想到居然这么巧。殿下知道小女的事情？没什么。对了，你们给我治的是什么药？我明明已经病入膏肓了，结果才一觉功夫就松缓了不少。到底是什么药方这么神奇啊？药方是大夫给您开的，小女不知道是什么药。好，那你带我去见一下那位大夫吧。还是想办法隐瞒一下，药方是我写的为好。老先生。哦，草民拜见九皇子殿下。啊，先生免礼。听说庄里人服用的药方是您研制的？不，这药方是我们狄小姐研制的。药方里最重要的一味药引金银花，也是狄小姐冒着生命危险从后山采回来的。草民只是按照狄小姐的要求煎药而已。还是露馅了。哦，小丫头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啊？激怒皇子，可不是闹着玩的哦。开个玩笑而已嘛。九皇子您息怒。可是小丫头啊，这个玩笑，本殿下可是一点儿都不觉得好笑呢。好贱！糟了，这家伙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这家伙也太不要脸了，吃了药还想顺左药方，把明目张胆抢东西的行为说得冠冕堂皇，还无懈可击，佩服佩服。好，那就辛苦小丫头喽。能为亲爱的九皇子殿下效劳，小女庆幸还来不及，怎么敢说辛苦呢？那就好，我身体还有些乏力，就先回屋子休息了。你们接着聊吧。心儿。刚才夫人来信说母亲病情愈发严重，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回京吧。母亲。潮汐弥漫，美色完美的。心儿，前面好像有2个人晕倒了。哥哥，你看他们2个人的脸色，像不像是感染了瘟疫？要不我们还是把他们俩带回去吧。狄小姐，马车准备好了，少爷说在外面等您。昨天收到母亲的信，害我担心了一晚上，也不知道母亲现在身体怎么样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狄小姐，我们听说您今天回京，都来给您送行了。多亏了狄小姐调制出药方，才能救回我孩子啊！狄小姐是这世上最善良的人，跟在世活菩萨一样。
老朽替全村老少谢谢您的大恩大德。老爷爷，您还是先起来吧。我们村小，没什么贵重的，希望狄小姐别嫌弃。啊！大家的心意我收下了，但是东西不能拿。兵役期间大家都不容易。下午才能到京城，星儿，你先进马车睡会儿吧。好。早上好，小丫头。你是鬼吗？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哥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九皇子听说我们今早回京，就提议一起走，反正顺路，而且还有他的免费车夫舱。哎，哥哥，你好歹也是将军府嫡子，连车夫都请不起吗？勤俭是我国历来的美德，何况有本殿下和侍卫一路相护。小丫头，难道还有什么不满的吗？我感激涕零还来不及。路途长远，你们休息会儿吧。小丫头，我走了。九皇子一路慢走，赶紧走，以后都别再出现了。我会感激你祖宗18代的。傻瓜，瞧你这一脸不舍的，等我有空就去看你。不是说九儿今日回京吗？怎么还没消息？奴才这就去问问。父皇，儿臣来迟，还请父皇恕罪。人没事就好，快起来吧。父皇，儿臣在视察途中感染了瘟疫，不料因祸得福，还讨到了这张医治瘟疫的药方。快宣太医来验验。众爱卿可有什么结论？启禀皇上，经微臣们商议后，觉得这个药方可以一试。只不过我们对其中一味药材不甚了解，街市上也无出售。微臣想见见研制药方的高人。老九，这研制药方的高人在哪儿？她就是将军府的嫡女霍天心。潮汐弥漫。霍将军的嫡女，莫不是那个刚满13的女娃娃吧？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啊！霍守成生了一个好女儿啊，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造就，不愧是你母妃相中的丫头。这和母妃有什么关系？其实你和霍家嫡女从小就定了婚约，本想过些年那丫头长大后再告诉你，谁知你们这么有缘，提早遇上了。哼，原来这小丫头跟我还有这层关系。夫人有令，如今瘟疫蔓延，闲杂人等不许入内。哪个夫人给你们的狗胆？连霍府的嫡子嫡女都敢来？当然是二夫人，大夫人早就不管事了。再说了，我听说大夫人的2个孩子感染了瘟疫，送去庄子了，根本不可能活着回来。我不管你们信不信，这将军府的大门，我是一定要进去的。如果你们真是大少爷和狄小姐，那就更不能让你们进去了。什么人敢闯霍府？信不信我们把你关进大牢？小爷今儿算是见识到了，什么叫狗仗人势。住手！微臣见过九皇子殿下。啊！庶母当家，嫡子嫡女都被人关在门外。霍大人，您可真是本朝第一人。来人，
把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材捆起来，杖责100。将军，是奴才眼下。让殿下见笑了。不知殿下来霍府所为何事？我自然是奉命而来。霍姑娘研究出治疗瘟疫的药方，父皇想见她。这……走吧，小丫头。哦。既是圣谕，你就跟着九殿下去吧。母亲那儿有我照看就行。臣女拜见圣上。朕听九儿说，是你调配出了治疗病疫的药方。回圣上，这个方子是臣女从一本古籍上借鉴而来的，本想舍命一试，没想到真的成功了。这就说得通了。一个13岁的女娃娃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惊天医术。霍小姐，请恕老夫愚昧，这药方中的金银花是何物？又是从何处寻来？回大人，这金银花是小女从画本子上看来的，说有一位神医，一日从山上采得一神奇草药，可退热止痛，消肿消炎，还可治疗疫病，名为金银花。小女也是运气好，在山上寻找了2天，才在一个洞口找到了它。没想到霍小姐年纪轻轻就如此见多识广，实在令老夫们羞愧不如啊！众爱卿若无疑问，就照着方子下去筹备熬药吧。微臣告退。熟悉弥漫。新丫头，你这法子若真能救助百姓，朕重重有赏。臣女叩谢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唉，皇帝的气势就是不一样，刚才吓得我心都跳到嗓子眼了，好在没出什么差错。小丫头在想什么？这么出神？你乱摸什么？殿下，男女有别，还请殿下自重。男女是有别，不过我看小丫头这么小，还以为不讲究这一套呢。殿下说笑了，登徒子，你最好别栽在老娘手里，不然老娘把你大卸8块丢河里去喂鱼。小丫头，我可以叫你心儿吗？我和殿下非亲非故，殿下这个提议恐怕不妥吧？怎么就非亲非故了？老话说得好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应当以身相许。莫非小丫头嫌弃我？九殿下，能不能别开玩笑？本小姐才13岁，跟你当妹妹还差不多，怎么以身相许？本殿下没开玩笑。虽然小丫头你现在小了点儿，但本殿下等得起。殿下身份尊贵，小女可不敢妄想。这货现在许的一手情深诺言，等过几年心性大变，估计早把这些话忘到天涯海角了。放心，你绝对担当得起，我不会看错人的。唉，算了算了，就当王八念经吧。小丫头，等一下，这个你拿着，一定要说好。小丫头，日后你若是遇到困难，随时来九皇子府找我就行。他这句承诺，意思是打算给我做靠山吗？为何府里换了侍卫？回狄小姐，今日将军下朝回府后，便去找了沈姨娘谈话。过了没多久后，便下令更换了府里的侍卫。那父亲到底和沈姨娘谈了些什么？奴才不知，只知道将军从沈姨娘的院子里出来后，脸色十分难看，还传了夫人那处的婆子去接差。他叫母亲那里的婆子过去做什么？这个奴才就不清楚了。心儿，
你回来了。回父亲，星儿也是刚被九皇子送回来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干嘛那么拘束啊？不知父亲找星儿可是有事？星儿，这药方当真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？还有，进宫后皇上又是怎么说的？你说话的时候没有出什么纰漏吧？药方是我从一本古籍上借鉴而来的。进宫后，皇上并未为难女儿，只说药方需等验证后才能推行。至于父亲担忧的纰漏，女儿谨记母亲教诲，一言一行也是按照大家闺秀的标准来的。没记错的话，星儿在大堂之上从未给父亲丢过脸吧？星儿，你潮汐弥漫。小丫头，等一下，这个你拿着，一定要说好。他这句承诺，意思是打算给我做靠山吗？星儿担忧母亲病况，父亲若无他事，星儿就先去看望母亲了。星儿，对不起，是父亲亏待了你们母女啊。哦。夫人，啊，看看你俩都瘦成什么样子了。这烧的都是你们喜欢的菜，来，赶紧吃吧。味道太棒了，还是府里的菜好吃。那就好，多吃一点。吃饱了，娘带你去休息。母亲，听说府里现在是沈若秋在管事了。是霍老夫人交给她掌管的。还有，你应该称呼她姨娘，别整天没大没小的。母亲，这里就我们俩。说实话，你觉得姨娘的为人如何？她这人呐，除了有些小心思，本性倒不坏，对我也还算尊敬。不少事确实可以帮得上忙，就是星儿落水一事，总让我心里有些芥蒂。娘，您觉得姨娘生性不坏，可母亲知不知道，今日杏儿和哥哥回府，却被姨娘的人拦在门外。若非九皇子及时赶来，女儿和哥哥怕是有家不能回，更别说看望母亲您了。怎么会？竟有此事？母亲，女儿也不瞒您了，女儿落水一事，其实就是沈姨娘搞的鬼。您再想想，哥哥自幼习武，身体素来强壮，母亲真相信哥哥会平白无故地染上那瘟疫，如今怕是连母亲的病情也是中了歹人的毒计所致。这府中又有谁可以在母亲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接近主院，偷偷在药里下毒啊？这，星儿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母亲不妨细想，绿萍难道不是他专门安插在我屋里的眼线？还有去找老夫人告状，借老夫人之手强行送走哥哥的，不也正是他吗？母亲贵为郡主，何等聪明细致，星儿不信母亲就没察觉到一丝异样，只是母亲因为太过心善，不忍去怀疑他罢了。今日杏儿和哥哥回府，却被姨娘的人拦在门外。若非九皇子及时赶来，
女儿和哥哥怕是有家不能回，如今怕是连母亲的病情也是中了歹人的毒计所致，偷偷在药里下毒啊！难怪星儿你落水后，我便一直觉得哪里怪怪的。没想到是因为背后藏着这么大的阴谋，是母亲没用，让你们兄妹差点遭人毒手，又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母亲千万不要自责，星儿和哥哥都还好好的，眼下最重要的是调理好您的身子。还好母亲相信我的话，若不是担心前世悲剧再度上演，我也不会这么快对母亲全盘托出。星儿放心吧，从今以后母亲一定会好好护着你们，不会让你们再受一丁点委屈的。看样子母亲对此事已经有了主意。你外祖母2日前下了拜帖，明日便会来将军府，到时我再与你外祖母详谈。夫人，您今天气色不错。今天母亲要来，我打心眼里高兴，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。长公主到。木秋，女儿见过母亲。快起来，这儿就咱们2个，哪来那么多虚礼？唉，你看看你，比上次见面又消瘦了不少，这叫为娘如何放心得下？瞧母亲您说的，女儿都这么大了，难道还不会自己照顾自己吗？对了，我一路过来也没瞧见北儿和新丫头，他们俩去哪儿了？之前这俩孩子被送去庄子休养，昨日才回的府，估计这会儿还在睡觉呢。母亲要是想见，我这就换人去叫他俩过来。如今疫病四溢，庄子附近更是高发地区，北儿和仙丫头为何被送到那里去？就是这样，也算不上什么大事。这还不算大事？木秋啊木秋，就算留在府里有风险，也不能就这么把北儿和新丫头送去庄子啊！母亲，他们可是女儿的亲生骨肉啊，女儿心疼都来不及，又怎么会狠心做这种决定？是沈若秋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初他说守城污了他的清白，女儿虽不高兴，但也信他不敢说谎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，就连圆房都是女儿要求守城过去的。但是前几日，星儿莫名失足落水，差点溺亡，没多久贝儿又染上了疫病，而这一切全都是沈若秋在暗中下毒手。我本以为他母亲是个老实本分的人，他自然也坏不到哪里去，没想到竟然会如此狠毒。可偏偏他现在有孕在身，老夫人对他又是百般疼护，女儿实在没办法。长公主到。木秋，女儿见过母亲。母亲好，姐姐好，妾身见过长公主、霍夫人。起来吧。这女人地位太高，圣上也得叫她一声姑姑，我还是谨慎些好。几个月了？回母亲，大夫说已经2个月有余。哼，沈氏，你就是这么教导女儿的？身为妾室，大半的妖里妖气不说，连回话都不看着正事，怎么受宠了就忘了规矩了？请长公主恕罪，若秋不是故意的。跪就不用跪了，万一肚子里的孩子有个好歹，就成了本宫的错。可嫡是嫡，妾是妾，就算你肚子里怀了孩子，也不过是庶出，
规矩不能忘，也别想爬到主子头上来。妾身不敢，妾身知错了。母亲别生气，妹妹行事一向直率，她不是有心的。这贱人说这话，明着像是帮我解围，暗地里不是在诬陷我平时习性有问题吗？你呀，就是太善良，她不过是个庶女罢了，哪里配得上当你的妹妹？长公主今天是怎么了？为何苦苦针对若秋这孩子？可恶！沈木秋，终有一天我会骑到你头上。行了，安爷请过了，没事就先退下吧。你呀，就是心软，他们不过就是个妾室，但凡你拿出点当家主母的架势，他们敢不服从？母亲教训的是，姨娘又没做错事，长公主凭什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数落姨娘？真是欺人太甚。好了，我不也没什么事吗？你就别生气了。姨娘，你怎么了？说来也怪，这些天肚子时不时就痛一下，等到想去看大夫的时候又不疼了，真是奇怪。母亲已经服药调理好几日了，照理说现在身体应该好了不少才是，为何脉象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更加虚弱了？我体弱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了，我只是放心不下你和你哥哥，我便是死也会熬到你们出头再死的。不许胡说，什么死不死的，女儿一定会想法子治好您的病，不许再说不吉利的话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可是肚子又疼了，快把盐袋敷上，先舒缓舒缓。郡主，若姨娘和大小姐求见，说是前些日得了株百年野山参，特地给郡主送来。郡主，若姨娘和大小姐求见，说是前些日得了株百年野山参，特地给郡主送来。他有这等好东西，不自己留着，反倒是赶着往这送，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？星儿，将军府里到处都是耳朵，这话也能随便说的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就知道他们心怀鬼胎就行，如今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，该说和不该说的都要拿捏好分寸，切莫留人把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星儿以后会注意的。雨儿给母亲请安，母亲用饭可香，睡眠可好？一切都好，起来吧。老太太那可去过了？去过了。我和姨娘担心母亲的身体，所以见过老夫人就直接过来了。若秋，你素来恪守本分，又深得老爷和老夫人喜欢，如今怀了身孕，也不必常来请安了。多谢姐姐体谅，原来老夫人也是这么交代的，只是妹妹在家无聊得很，倒不如来陪姐姐说说话，打发打发时间。可是姨娘，我母亲身体本就不好，需要多加休养，经不得劳累。再说了，您刚有身孕，应该多卧床休息才是。若是出来不小心磕着碰着……星儿说笑了，小公子在姨娘腹中稳当着呢，哪会那么容易磕着碰着？我就是随口一说，姨娘可别往心里去。不过，姨娘怎么肯定肚子里是位小公子，而不是小千金？
妾身这2个字，我也就刚入府时用过。自从生了雨儿讨老夫人欢心后，就再没这么卑微的自称过了。想不到竟被这贱人逼着说出口。哼，到了这个时候还妄想争夺权位，我偏不如你。姨娘，我记得后院里的秦太姨娘在祖母面前可不是这么称呼自己的。妾身。老夫人，脚洗完了，那贱妾就先退下了。同是妾室，你怎么活得连条狗都不如？哼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在这府里，只有认得清自己身份的人，才能活得长久。都说怀孕女子健忘，看来婆子说的一点不假。若姨娘要是忘了，素心告诉您便是。秦太姨娘在老夫人面前，一贯以贱妾自称。贱妾，请尊夫人教诲。哎呀，姨娘你怎么了？该不是要晕过去了吧？聆听主母训话时晕倒，莫不是在表达对主母的不满？素心姑娘莫要说笑了，如此罪名，贱妾可担当不起。素心，莫要没大没小的。若姨娘是府里的老人，又怎敢违逆不遵？快去搬把椅子过来，别让若姨娘累着了。姨娘都进来站了有1炷香的时间了，现在才赐座，分明就是在故意为难姨娘。我看姐姐似乎心有不甘，莫不是对母亲刚才的教导不满？母亲难得教诲，我自是惜字如金。只是我担心母亲错怪姨娘，毕竟姨娘来时还挂念母亲的病情，特意带来人参给母亲滋补呢。母亲现在的身体根本就虚不胜补，还在这时送人参过来，是想害母亲气脉变得更虚弱吗？母亲，姨娘一番好意，你就收下吧。女儿记得母亲有一只金丝镶白玉莲花的簪子，瞧着煞是好看，不如就赐予若姨娘吧。若姨娘，簪子取来了。这就是主母的赏赐呀。若姨娘难不成不喜欢？这种簪子明明是丫鬟和妾室才会戴的，眼下这死贱人却赏给我，这不分明在嘲讽我身份轻贱吗？姨娘莫不是太过惊喜，连正事都给忘了？还不快谢谢夫人！贱妾谢夫人厚爱。你喜欢就好，我也乏了。你若没别的事，便回去歇息吧。贱妾还有一事相求，请夫人恩准。母亲，是这样的，姨娘她担心自己年纪大，不能顺产，所以想让女儿陪着，一起去寺庙上香祈福，还望母亲恩准。这是好事，我怎么会不许？多谢夫人。多谢母亲。希望那只簪子能叫她看清自己的身份，别总去想些有的没的。哼，这种人只有经常敲打，才会懂得妾身为奴的道理。夫人，喝药的时间到了。我问你，这药是不是混合了5灵脂、蒲黄、当归、赤芍、川芎、桃仁、乳香这些药材熬制而成的？一样不差。小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方子是沈姨娘找来的吧？不是用母亲的病情不说，还和人参这些补品相克，这毒妇是想置母亲于死地。难怪夫人服药这么久也不见好转，没想到她竟如此狠毒。小姐，你快想想法子吧。从今天起，照我的方子安排本院的人去煎药，母亲除了服药外，杜绝一切滋补类的膳食。记住，不许对外声张。
奴婢明白。母亲，你看这颗玉珠的成色如何？不错不错，又是你跟北儿上哪淘来的吧？我们星儿眼光可真好，正好用来做净品观音的柳枝。星儿，你可帮大忙了。都是母亲教导的好。不过母亲，您可千万别太过劳累喽。无妨，停了之前的药膳，我身体已经好转了不少。眼下老太太寿辰将至，得抓紧时间赶制才行。那女儿给母亲捏捏肩，舒缓舒缓筋骨。好。小姐，奴婢按小姐吩咐，暗中去管事处查了人事录，的确是若姨娘换了少爷的贴身侍从，才将疫病传染给了少爷。小姐和少爷走后，那人也一并被若姨娘赶出了府。以沈若秋的行事手段，那人怕是凶多吉少了。那证人岂不是没了？总会有办法，这事先别声张。对了，沈若秋去寺庙不可能什么都没做吧？小姐果然料事如神。前日若姨娘去寺庙，除了烧香祈福外，还偷偷见过一个男子。奴婢很确定，那男子的外形特征和昨日陈河而死的人一模一样。沈若秋前脚见完，后脚人就死了，这人的死必定跟他有所关联。另外，奴婢还注意到若姨娘回府时带了一些东西，看着不像在庙里求的。要是能想办法弄清楚她带回来的东西是什么就好了，这样就能知道她私会那人的目的。对了，还有这个，奴婢今早在若姨娘的院里的污秽堆发现了这个。这是若姨娘的手巾，她现在怀有身孕，这时见红，莫非是有小产的前兆？小姐，若姨娘身上藏着这么多秘密，我们还是告诉夫人吧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我先查清楚来龙去脉再说。小姐，这味道怎么这么熟悉呢？玉萍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回小姐，我按夫人吩咐，去给若姨娘送阿胶了。若姨娘担心夫人病情，就拉着我聊了一会儿。果然是在沈若秋屋里蹭的味。这样啊，没事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小姐这阵子好像疑心颇重，糟糕，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？小姐，绿萍身上沾的这股药熏味可不寻常，这艾草、菟丝子、桑寄生、山茱萸，可都是保胎的药材，说明若姨娘小产的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怪了，近日府上也没请过大夫，若姨娘哪来的这些保胎药？难道寺庙里的男子给若姨娘的就是这个？病不求医，反而去找人私自拿药，事后还杀人灭口。我真是越来越好奇，他到底在搞什么把戏。小姐放心，奴婢会继续盯紧他的。病不求医，反而去找人私自拿药，事后还杀人灭口。我真是越来越好奇，他到底在搞什么把戏。小姐的眉目真是像极了夫人，等过几年长开了，定能如夫人那般倾国倾城。女子光美，终归是以色示人，依附男人而活。我可不想像若姨娘那样，靠美色引诱醉酒之人，最后落得上门求着做妾的下场。星儿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觉悟，真是难得。女子也要德才兼备，这样即便哪天走上绝境，也可自力更生，不至于断了后路。母亲说的极是，星儿谨记母亲的教诲，以后也会更加努力。行了，别乱动。今儿个是你祖母大寿之日，你可要漂漂亮亮的出场，说不定宴席上会有不少夫人打听你呢。打听我？他们打听我干什么？狄小姐再过2年便及笄了，此次这般娇俏可人的出现在众人面前，自是有不少人家争着打探小姐婚约呢。母亲，你快管管素心吧，这么害臊的话也是能乱说的。好好，这话先不说了，等过2年你长大一些再同你讲。
儿，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青兰，真的是好久不见了。想我了没啊？哟，咱们当时名动京城的第一美人，还是同年轻时那般漂亮啊！你呀，都是几个孩子的娘了，怎么性子还是一惊一乍的？尚书大人也不好好管管你。让穆郡主见笑了。青兰一直都是这样的性格，要是突然哪天变得温婉柔顺了，我反倒会不适应呢。哼，你倒是敢适应。不敢。夫人贤良淑德，落落大方，得其如此，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呀。哼，你知道就好。木儿，我们走吧。唉，若是父亲也能不惧流言，人前人后都能这般待母亲就好了。夫人，等等我呀！嘿，你等等，你不会就是仙儿妹妹？听说你前些日子落水了，正巧我与母亲去了江南玩耍，也没办法去探望你。你现在可好？多谢姐姐关心，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啦，我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。雅彤妹妹，你是尚书大人家的三小姐，雅彤妹妹吧？我是仙儿的姐姐霍天宇。雨姐姐好。仙儿，咱们快些进去吧，其他姐姐们该等急了。可恶，这个小贱人，只要有她在，我在哪儿都不会被人正眼看。雨儿，今天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不去和世家小姐们套交情，杵在这儿做什么？那些嫡出的小姐们看都懒得看我一眼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难道还要我舔着脸上去求他们和我说说话？嫡小姐自然是与嫡小姐一起玩，你凑不进去，就不晓得去找一下其他小姐吗？你是要我与那些庶女们凑堆？她们算什么东西？一群说话都不敢大声的货，也配？雨儿，庶出的小姐也是小姐，难保其中就没一两个得势的。你将来去了书院，身边没个伴，还不得叫天津那个丫头骑到你头上去？姨娘言之有理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姨娘放心，雨儿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将来去了书院，身边没个伴，还不得叫天津那个丫头骑到你头上去？姨娘言之有理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姨娘放心，雨儿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太好吃了。星儿，你家那位庶姐还真是个伶俐人啊，连我八妹妹那样沉稳胆小的人都能与她聊到一块去。你这嫡小姐恐怕不好当吧？妍希，怎么说话呢？星儿妹妹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，你可别见怪啊。只帅点挺好的，人与人交往，若是成天拐弯抹角，得多心累。星儿的话说到我心坎上了，姐姐今日便交了你这个朋友。来，为我们姐妹三人的情谊喝一个。快看，是九殿下呀！啊，殿下竟然也来了！殿下英俊非凡，不愧是皇上最宠爱的皇子。哼，纨绔子弟！怎么会呢？我看九殿下人挺好的，不仅学识丰富，还特别温文有礼。西姐姐对他评价这么高，该不会对他有意吧？怎么会？西姐姐早就有婚约了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倒是星儿你这么紧张，莫非是喜欢上九殿下了？彤彤姐姐胡说什么呢？谁会喜欢像她那样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？哦，原来咱们星儿喜欢的不是纨绔子弟，而是学识丰富、温文有礼的公子啊！这8个字不是刚刚形容九皇子的吗？说来说去，怎么又绕回那家伙身上？星儿怎么不说话啦？是被我们猜中了吗？来，干了这杯酒！不要转移话题。殿下大驾光临，是老生的荣幸，快请上座。老夫人不必客气，我这人啊，听不得戏曲，你那敲锣打鼓的声音进了就头疼。我看边上的位置就很安静，比较适合我，我去那边好了。
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。星儿，好久不见。殿下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这边都是女眷，你应该在那边。说的也是，可惜天北那边没位置了，我只好跟小丫头你挤一挤了。你好像很勉强的样子，要不算啊？你害羞啦？谁害羞了？这酒闻着真奇特。酒香浓郁，味道清纯而不腻，果真是上等桃花酿。等等，怎么有股刺喉的辛辣味？桃花酿以余味清甜温和著称，这里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劲，除非有人往里面加了料。